大家好，破音了大家好，我是Ethan，没错。那这一期呢，我们主要来填一下大概1年半以前我挖的一个坑，就是讲一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东正的 Kata Ace 这一套变焦的电影镜头。Ace 结尾就代表着它是PL 或者是 EF 卡扣，可以自己改的，不是微单卡扣。那这一套电影镜头，它目前这个系列有3个：1835、3580和70135，它们的恒定光孔都是 T2.9。那这套镜头呢，我已经用了它有1年半的时间了。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这套镜头现在完全成为了我接一些商业广告项目的生产力工具。我的商业项目有非常大的频率会使用它们，因为确实变焦镜头就是比定焦镜头方便。所以我这一期呢，也会站在我一个长期的使用体验以及优缺点的总结，来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评测。那优点呢，不用说，这个电影镜头整个系列，所以它们的外观、体积、重量，还有齿轮的位置，还有滤镜的口径都是一致的。因为在正经的会用到电影镜头的片场上，你如果要换一个镜头，你要换的不只是镜头，你要调整跟焦马达，可能还不止一个。变焦镜头最多有3个齿轮，对吧？然后还有遮光斗，可能还有镜头撑，所以整个系列能做到这样的一致性，确实能够让你节省不少时间在片场上。那另外就是他们覆盖的是全画幅的 CMOS， 因为这几年陆陆续续各家厂商都在推出全画幅的，然后大概是在$1万以下的业务机。几年前的 A7S3 慢慢开始，到 FX3、FX6、FX9， 还有前段时间刚推出的佳能 C400， 所以这些$1万以下的全画幅电影机呢，也在慢慢的占领这个行业吧。无论是你拍微电影啊、广告啊，我觉得多少都会接触到。所以我当时选择这套全画幅的电影变焦镜头，也是为了后续的一些全画幅的机子而考虑。而且我选择是 Ace 这个版本，就是 PL 卡口。所以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就是无论你是不是看中的是这一套系列，但是呢，你买电影镜头的时候，我都会推荐买 PL 卡口，因为法兰距越长，就意味着你无论电影机怎么换，你的镜头就买一套就够了，相当于是一个传家宝，不用额外的再花钱去升级设备。东正的镜头它也是可以换成 EF 卡口，如果你用的是像 BMPCC 6K Pro 啊，现在还是 EF 卡口，但之后肯定也会变成微单卡口。那现在只能用 EF 的话，它也可以手动改成 EF， 所以它的可用性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光学素质还不错。那我这边呢，并不会说把它吹上天，因为确实它有着自己的一些缺点，它光学素质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完全能够胜任我商业项目的拍摄。简单来说，就是它能够用来赚钱。那具体光学测试，等一下我们会花比较大篇幅来讲。还有就是它们价格相对便宜，但我这边的相对指的是和市面上的一些进口的全画幅变焦电影镜头来相比，那真的国产的镜头确实是便宜非常多。还有一个就是它们的前端的滤镜口径都比较小，是77毫米，所以呢上一些滤镜啊、上遮光斗都很方便，不会说有一些到比如说95毫米，因为很多人他的滤镜会买一个82毫米的，然后用转接环转接比较小的口径嘛。但是如果你遇到95毫米的电影镜头，那可能就转接不了了，所以这个对于你已经拥有82毫米口径的滤镜来说，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口径。还有就是它们都是最大恒定光孔在2.9，所以进光量还不错，作为变焦镜头来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们的做工质感都很不错，全部都金属机身，然后重量啊、体积都控制得很工业标准。所以目前来说，我用下来有抱怨的地方，他们有缺点，但是我觉得我买它没有后悔。那优点讲完了，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些不足之处。那首先它第一个不足之处呢，我觉得就是它们每一个重量都不轻，因为都是金属机身，对吧？所以你如果平常用的不是像 Ronin 2那种稳定器的话，这种镜头它会让你的相机前面重心会很重，所以它可能不适合用在 IS4 Pro 那种偏小型的手持稳定器上。所以我用它基本上都是在脚架或者在 Dana Dolly 上，基本上不会拿它在稳定器或者手持，因为手持的话，因为本身我们用它的机器是 FX6，所以整体 rig 好之后，再加上这个镜头，它的重量真的不轻，所以大部分
分情况下，它会作为一个脚架的镜头来用。那确实，我在这1年多的使用当中，我也确实发现了它的一些光学上的一些瑕疵。那光学测试我用的设备是索尼的 FX6，然后拍的是一个 ISO 12233的一个镜头测试表啊。那这个是一个网上可以下载到的一个，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打印店帮你印刷的一个文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把下载链接放在我影片的简介里面。这个东西也是相对来说可以比较低成本的来测试你镜头光学素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先来讲一下1835这个镜头。那18毫米端，我在 T2.9 光圈全开的时候，中心的锐度我给2分，满分5分，我给2分；边缘锐度我只能给1分，边缘色散控制呢我给2分。相对来说 T2.9 并不是很理想。当我把光孔开到 T4 的时候，中心锐度直接飙升到我个人认为有5，我能给到5，并不是说它画面能够像照相镜头那么的锐，因为拍影片其实不太需要特别锐的锐度，如果太锐的话，反而会让你视觉上看着太数码，而且眼睛会看得比较累。所以电影镜头我不会要求那么的苛刻，我觉得差不多到舒服程度我就会给到5。边缘锐度这边呢，5分的话我给3分，那边缘色彩控制我也给到3分。那从 T4 还有 T4 之后开始，其实画质都还不错，但是到了 T22 的时候，画面对比度和锐度有一点点的下降，但是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给大家看是放大到300%的时候，所以会比较的明显一点。那畸变控制，因为它毕竟是在18毫米全画幅，而且是电影镜头，它并没有机内镜头矫正什么的功能，有能看到一点同形畸变，5分是非常明显的话，这边我给4分，那确实是能看到。然后呼吸效应的话，满分是1分，完全没有呼吸，那这个地方呢，我给2.5分。那因为确实我在变换焦点的时候能看到一些边缘的裁切。那这个镜头我还测试了它的24毫米 T2.9 的时候，中心锐度我只能给到3分，边缘锐度呢我给到2分，边缘色彩控制也是3分。那光孔开到 T4 之后呢，中心锐度好了非常多，我可以给5分，然后边缘锐度稍微比中心差一点，但是好了非常多，我给4分。边缘色散控制我也给到4。从 T4 还有 T4 之后开始，其实画质都还不错。那光圈开到 T22 的时候，还是和18毫米一样，对比度和锐度都会有一点点的下降，但是不仔细看不出来。同形畸变，我这边只给到1.5，就是基本上没有畸变，很少。呼吸效应还是有一些，所以我给到3分。那在1835这镜头的35毫米端呢 ，T2.9 光孔全开的时候，中心锐度还是比较低，我只给2分，边缘锐度我只给1分，色散控制3分。在 T4 以后呢，中心锐度到5分，边缘锐度到4分，色散控制好一些，我给到4分。也是一样，在 T22 的时候，画面锐度和对比度都会有点下降。畸变的话变成了一些整形畸变，那我给到3分，然后呼吸效应我也给到3分。好，那我们讲一下中间这个3580，在它35毫米端的时候 ，T2.9 的中心锐度我觉得有到4，但是边缘锐度差一点，我只能给到2。边缘色散控制也不是很理想，我也只能给到2。那在 T4 以后呢，画面也有大幅度提升，中心锐度我能给到5，边缘锐度也能给到4，边缘的色散控制能给到3。那在 T22 的时候，画质也是有所下降，但是不是很明显。那镜头畸变的话，它在35毫米端有比较明显的筒形畸变，所以我这边只能给到4。呼吸效应非常少，所以呼吸效应我只给1。那这个镜头的55毫米端呢 ，T2.9 的时候，中心锐度还可以到4，边缘锐度到3，边缘色散控制我也给到4。在 T4 之后，中心锐度能到5，边缘锐度到4，色散控制也很不错，还是4。在 T22 的时候，画面对比度和锐度也会有所下降。有一点整形畸变，我给2。那呼吸效应相对于35毫米要明显一点，我给到3。那在80毫米端呢，这个镜头 T2.9 的时候，中心锐度我只能给到3，边缘锐度呢只能给到2。然后呢，色散控制还行，我给4。从 T4 开始，它的中心锐度我都觉得有到5，边缘锐度到4，然后色散控制还是一样4。也是在 T22 的时候，对比度和锐度有一点下降。那畸变的话，它有一定的整形畸变，我给3吧。那呼吸效应也是中规中矩，我也给3。那70135这个镜头呢，在70毫米端光孔全开 2.9 的情况下，中心锐度我就有到4，边缘锐度呢3，边缘色彩控制我也给3。那在 T4 之后呢，中心锐度有到5，边缘锐度我也觉得好非常多，也到5。然后呢，边缘的色彩控制还是3。然后在 T22 的时候，画面的对比度和锐度也会下降一点点。畸变的话呢，70毫米端是筒形畸变，但是不明显，我只给2。呼吸效应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给到3.5吧。这个镜头我还测试100毫米，那100毫米在光孔全开 2.9 的情况下，中心锐度我觉得有到4，然后边缘锐度到3，那色散控制比较好是4。光孔开到 T4 之后，中心和边缘锐度我觉得都有到5，色散控制也完全没有色散到5。那同样 T22 时候，画面锐度和对比度有一点点下降，畸变有很轻微的整形畸变，所以我只给2。呼吸效应完全没有，所以我给它1。那135毫米端光孔全开 T2.9 的情况下，中心锐度有到4，边缘锐度到3，色散控制也还不错到4。然后 T4 之后呢，中心锐度和边缘锐度都有到5，色散也完全没有色散到5。
同样在 T22 的时候，对比度和锐度会有一点点下降。那即便有还算是比较中等的整形畸变，我给3吧。那呼吸效应呢，我给大概3.5左右吧，还算是比较能注意到。这3个镜头我也做了一下眩光测试。那1835这个镜头呢，它在光源的周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彩虹光圈，我觉得还可以，蛮有风格的。但是与其他2个镜头不统一，那这2个镜头就没有。那358这个眩光也还算是中规中矩，但是在你光孔开的比较大的情况下，会在中间你会看到一个比较不和谐的一个小圆圈，这个可能是你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其他都还不错。7035我觉得是他们眩光里面最舒服的，视觉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跳的东西。总体来说，他们3个也还算可以，他们都大同小异，并没有看到特别不和谐的鬼影啊，或者是光斑存在。总的来说，在光学层面上，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卓越，相比于定焦镜头来说，因为毕竟变焦镜头你要控制在一个合适的体积，还必须要保持它们的一致性的状况下，你要做到完美的光学是不可能的。哪怕定焦镜头都有可能在光圈全开的时候画面会肉一点，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从事到比较严肃的商业项目拍摄，甲方基本上不追求什么风格，你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广告。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 T4 来用，它的 T2.9 这3个镜头无一例外画面都是比较肉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我在买他们之前我做功课我已经知道了，那我最后还是买了，是因为我平常工作我不会把光圈开到 T2.9， 因为我们的商业项目灯光是不会缺的，光线不会是我优先考虑的一个东西，因为在商业项目里面，甲方一般不会要你追求极致的虚化，反而是需要你要把产品拍清楚，全部都要在景深里面。所以我正常工作，我的光孔会在 5.6 到11之间，所以它在 2.9 这个焦段画面比较肉，说实话对我来说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很少会用很大的光圈在拍商业的项目，把它当成 T4 我也没问题。而且跟焦源在光圈不用开那么大的状况下，它的压力会小一点，所以我们的拍摄效率会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 T22 所有镜头画面都会有一点点的对比度和锐度的下降，所以一般来说工作中我会把它放在 T4 到 T16 之间去使用。而且同样景别状况下，以前大家习惯用 S35 画幅的电影机，但现在这个是给全画幅用的，本身在景别差不多的时候，全画幅的景深就会比较浅，所以我用 T4 我是完全觉得没问题的。那我买它们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不会拿它去拍日常的记录生活或者是纪录片，我也不是拍纪录片的。我记录生活我肯定也是用自动对焦镜头，我不会给自己找麻烦。那另外一个就是呼吸效应和畸变，不可否认，他们3个镜头在不同的焦段多多少少都会有参差不齐的表现，但是要大家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定焦镜头，在里面光学构造比较复杂的状况下，有这些瑕疵，我不认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地方。变焦镜头就是可以让我在片场上大量的节约时间，还有包括它的价格也并不是特别的昂贵。那这个天平我在心里均衡了一下，最后我还是决定用了这套。而且他们还要做到齐焦，齐焦就是说你在不同的焦段下，焦点的位置没有发生前后的偏移。对，我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大家如果要拍齐焦镜头的话，我建议是你先把焦段推到最远端长焦端，然后把焦对好，因为焦推长了景深会变浅嘛，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广角端对好焦了，然后你推到长焦端发现没对好焦，那不是因为没有齐焦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可能刚好广角端对的焦点可能是在长焦端的景深外，所以最好齐焦镜头要在长焦端对好焦。那最后综合考虑之下，超高的片场效率，我能接受的光学瑕疵，价格摆在那边了，我没有办法做到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其实我对它的评价，你要单说光学素质，那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但是综合考虑下来，他们确实是在这个价位蛮不错的一个生产力工具了。我们确实也在这1年多里面非常大量的使用这3个镜头。那还有一个东西我不能说缺点，但是确实是1835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呢，它在超广角端18毫米端的时候，如果你是全画幅相机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用遮光斗，会看到很明显的暗角。好，那这期就到这边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观望一支或者一套吧，电影变焦镜头来提升工作效率的朋友。那我们 QQ 交流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做。